王毅表示，此访恰逢中澳签署建交公报50周年，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中澳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过去几年，中澳关系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其中的教训要充分汲取。王毅强调，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与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巴厘岛举行了积极和建设性会晤，为双边关系改善指明方向，作出战略指引。中方赞赏澳新政府多次展现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积极意愿，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纪念建交50周年为契机，回归初心，校准航向，重整行装再出发，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改善并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向媒体介绍此次黄英贤访华的背景时表示，今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建交以来，中澳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两国和两国人民受益良多。过去几年，中澳关系遭遇困难和挫折，原因是澳联盟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对华政策，有关教训应该汲取。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巴厘岛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两国领导人就中澳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这次重要会晤为中澳关系指明了前行方向。谢锋表示，在此背景下，中方接待黄英贤外长访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他举行会谈，这是双方落实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共识的重要步骤，展现了双方对维护、改善和发展中澳关系的积极态度。21号当天，中澳领导人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观察指，该行为本身已向彼此和外界都释放出积极信号。在贺电中，澳方明确肯定了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表示要推动这一关系进一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总理莫里森政府时期，澳方实质上已经半放弃了这一关系，而澳新政府的这一表态变化很大，值得关注。王毅国务委员呢，实际上是回归初心。实际上他也是对习主席对中澳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这种指明呢，做了一个呼应。也就是说，我们中澳关系要回归真正的符合中澳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关系，符合地区安全发展利益的关系，符合世界人民福祉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关系才符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稳定建设性的澳中关系符合两国和本地区利益。澳新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放大并管理好两国分歧，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恢复和发展各领域沟通交流。黄英贤在会见结束后还表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会晤，这是向稳定的双边关系所迈出的重要一步。We've continued to express the vie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s architecture for dialogue and for engagement, which will benefit both countries. We've continued to put the view that we are able to grow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uphold our respective national interests if we navigate our differences wisely. 过去的几年当中，中澳关系却陷入了低谷。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澳方呢就是没有很好的着眼于管控，或者说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分歧，任由这种分歧放大或者夸大这种分歧，甚至把这种分歧呢置于两国合作的关系的之上，所以呢，最终呢是以牺牲两国关系为代价。黄英贤这个又指出，不放大两国关系分歧。实际上呢，我个人理解呢，是对前一段时期，特别是2018年以来，澳大利亚自由党这个政府执行的对华政策，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反思。谢锋介绍，两国外长一共谈了3个半小时，既就中澳相处之道等原则问题深入沟通，也就下阶段改善和发展中澳关系的具体举措充分交换意见。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实现了增进了解、积累共识、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的目标。媒体关注到，王毅特别强调要坚持正确的相互认知和成熟的相处之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关键是不能再走回头路，不能再翻烧饼。王毅指出，中澳相处要把握好以下3点：一是相互尊重，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二是求同存异，中澳存在一些差异和分歧是正常的，应当承认分歧、管控分歧、超越分歧，当然也要尽可能缩小分歧；三是互利共赢。
在阐述不能再走回头路、不能再翻烧饼的相关内容时，王毅特别强调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愿意通过和平方式统一，这是最好的方式，也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王毅还就涉疆涉港等问题讲清了事实，敦促澳工党政府对此采取公正客观立场。我们知道这个澳大利亚它的政体呢，它随着这个自由党和工党执政的这种轮替，如果说你过于扩大这个中澳之间的分歧，蓄意制造矛盾，那么这就使得这个政策的连续性这个失去了。我们一再给他强调，不要像翻烧饼一样。这个呢，用这个词呢，实际上是黄英贤他是华裔，这个就有华裔血统，中国特色这种话语呢，可能更加准确地传达了我们中方想表达的一种意思。外界注意到，澳大利亚方面非常关注对华经贸关系。澳总理阿尔巴尼斯20号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的文章中谈及澳中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他直言，澳洲贸易总额超过澳大利亚与其他3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的总和。在记者会上，澳外长黄英贤还提议两国举行经贸部长对话。We can grow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uphold both of our national interests if both countries navigate our differences wisely. 据谢峰介绍，王毅强调，中澳应该坚定支持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其他国家一道，维护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维护全球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于双方关切的一些具体问题，可以按照 WTO 的规则，通过对话协商，务实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经营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货物贸易第一伙伴国。但在201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却向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递投名状，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随后上台的同属自由联盟党的莫里森政府则变本加厉，继续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各种妖魔化华为，并在台湾、香港、涉疆等议题上与美国亦步亦趋，全方位围堵中国，导致中澳关系跌至冰点。尤其澳大利亚还是美国重点打造的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奥库斯的重要成员，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王毅强调，有关方面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停止意识形态阵营对抗，不搞针对其他国家的小圈子。外界关注到，双方还发表了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成果联合声明，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启动或重启双边关系、经贸问题、领事事务、气候变化、防务、地区和国际问题等领域对话沟通，以及支持两国人文交流。以这个黄英贤这个访华，双方举行这个第6次外交战略对话这个为标志，实际上呢是意味着中澳关系实际上这个迈向这种全面的一种重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